最近中美间局势开始变得清晰且明了，虽然依然不断地对中国出手，但是招式用多，终究就只有那几个花样而已，也已经几乎没有任何意义。毕竟，美国如果不想引起中国的反扑，那么就不能踩中国的线，不然后果美国不一定能承受得起。就比如政治勾结其他的西方国家，聚集盟友共同对华施压、军事上施压、舆论针对中国等等。然而这一切终究是没有意义的，所以中美冲突的风险有多大呢？首先，美国联合盟友针对中国，比如五眼、四国以及 G7， 这其中不少国家对中国的依赖都比美国想象的更深，再加上其内部矛盾同样十分深厚，就比如最近闹起来的英法两国，足以让中国对其分而化之。其次，拜登上任4个月左右，其军舰就在台海穿航了5次，其航母在南海4进4出，其军机侦察中国海域领空，其军队联合盟友在中国周边海域进行军演，拼命散播中国威胁论，无非是向国会要更多的钱。这一系列的动作对于中国来说都没有多大影响，就像是华春莹说的一样，无非就是多烧一点他们的油，而一旦他们胆敢来访，解放军可从来不是软柿子。再则，就算美国使用的舆论现在也基本没用，因为中国在国际上现在名声明显已经不是美国能够颠倒黑白的了。在西方掌控的众多媒体之下，已经有许多为中国发生的有识之士，就是推特封再多的账号都没有用，因为这些人有眼睛也有良心。最后，就像是美国专家、首席经济学家、哈佛肯尼迪学院研究员保罗·谢尔德所说，美国必须明白3个中国现实：其一，中国和美国做事风格以及三观根本就不一样，以后也不会一样；其二，不管是经济还是政治，亦或者社会体系，中美天差地别；其三，中国已经是一个巨大的经济体，而未来只会更为强大。美国在世界上的所作所为众所皆知，驰名双标，利用自己的军事力量压迫各国，甚至在其他国家间也无法做到公平公正。巴以冲突中，美国光拉偏架，弃居无定所的巴勒斯坦人于不顾，反而是中国做事力求公平公正。不管是这次巴以冲突，还是此前新冠疫情，此前知名分析人士牛弹琴曾说，在如今的世界格局中，中美已经悄悄换了一个角色，美国的不堪已经被世界所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虽然动作频频，却无法对中国造成什么很大的伤害的原因。所以，美国针对中国的所有动作，都更像是知道死亡要来，却无法抗拒的挣扎。众所周知，美国一直都将俄罗斯视为其霸权主义的主要挑战者，所以在许多方面都处处打压俄罗斯。而北溪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会给俄罗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同时也能增强其与欧洲国家的经济合作，所以美国一直都想破坏该项目的建设。但是最近美国的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开始对北溪2号项目做出了让步。据美国新闻网站近日报道称，当地时间5月19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冰岛会谈时，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一份声明，表示美国将豁免对北溪2号运营公司和相关人员的制裁。对此，有专家表示，这是美国为了避免与德国等盟国发生冲突所做出的行动。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北溪2号项目上，德国和俄罗斯对美国积怨比较深，而且德国总理默克尔甚至多次为了该项目与美国翻脸，并且德国作为欧盟的领头羊，如果一直与美国关系紧张，那么美国想拉拢欧盟一起来对抗中国，那就有些困难。另外，还有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国撤销制裁北溪2号不仅是为了与德国缓和关系，同时也是美国为了拉拢俄罗斯而故意释放的信号。因为美国深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在世界的影响力也逐渐增强，所以美国人想着，如果能拉拢俄罗斯一起对付中国，那么中国在失去好朋友的支持下，力量可能会遭到削弱，这正是美国人所想看到的。然而现实却无情地打了美国人的脸，他们的美梦也被中俄以实际行动打碎。就在美国宣布取消制裁北溪2号的当天，也就是5月19日，中俄最大的核能合作项目也正式开工，并且两国领导人还通过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时刻。在此期间，普京还表示，俄中双方在各项共识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落实，两国的合作领域也日益宽广，俄中关系正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毫无疑问，普京的这一番表态让存心挑拨中俄关系的美国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巴掌。虽然中俄早就声明不会结盟，但是两国的亲密关系却胜似盟友，这是由两国的共同信念所促成的结果。因此，美国想要联俄抗华的美梦注定要破灭，而中俄也注定会在共同抵制霸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近巴以冲突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中国作为本月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国，也一直在为促进双方停火而努力着，但没想到却被美国拖了后腿。据悉，美国在过去的1周内曾3次阻止了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就巴以冲突问题发表的联合声明，而且拜登还多次对媒体表示对以色列自卫权的支持，这无疑助长了其嚣张气焰。然而，就在巴以冲突持续了10天左右，拜登在国内民众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之下，也开始呼吁以色列停火，但其措辞被媒体指出并没有明确表态要求停火的意思，而且同时还有报道爆出，在巴以爆发冲突之前，美国还向以色列出售了价值7.5亿美元的精确制导武器，这下更把美国推向了风口浪尖。在此背景下，拜登于5月19日再次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拜登对以色列总理表示，希望能将冲突缓和下来，最好是能立即停火。但是拜登显然高估了美国对以色列的影响力，现在的局势已经发生变化，甚至超出了美国的掌控。以色列总理表示不会停止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将会继续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轰炸。我们都知道，中东每次混乱的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这次也不例外。以色列之所以要执意轰炸巴勒斯坦，不肯接受世界多国甚至联合国的停火倡议，就是为了引爆中东的火药桶，迫使伊朗对以色列出手，从而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而美国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会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含糊其辞。只不过让拜登没想到的是，以色列这次把事情闹得太大，就连自己说话也不管用了。美国这种糟糕的表现，与中国为缓和冲突所付出的努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对此，美国一名智库专家还生气地指责道，美国立场让其在联合国被孤立，同时也让中国看起来像一个负责任的大国，这无疑是给中国送了份大礼。通过这番言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美国人骨子里的那股傲慢和自以为是。且不说他们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没有积极作为，还频繁地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提出的和平倡议加以阻拦，甚至还出售军火给局势火上浇油。如今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情况下，还企图把锅甩给中国。对此，我们想说，中国负责任是众所周知的，是我国用实际行动赢来的。如果说美国人将处处刁难视为大礼的话，那就让他们自己去好好享受吧。最近的中国沿海周边将会传来大动作。据报道介绍称，近期美、英、法、德、澳、荷、加、日等国将会相继派遣军舰前往我国周边海域活动。一些观察人士甚至细心统计，未来的一段时间内，至少将会有7个航母战斗群在中国周边海域活动。初看，这样的消息实在是非常吓人。在现代海战中，航母具有不可取代的作战优势，这表现在航母可以让己方获得远超对手的探测能力以及攻击范围，而一个航母战斗群的威力就更加不容小觑。有人曾说，美国一个航母战斗群的威力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海军，这相当于未来将会有好几个中等国家的海军在中国家门口集结。难道这样赤裸裸的威胁还不是中国应该警惕的重点吗？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除了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军舰会经常在中国周边活动外，其他国家的军舰都是跨越大洋前来挑衅。基于这一点，这次7国的活动，其表面上的挑衅意味远远大于其实质性的军事威胁。况且地理距离也决定了这一挑衅也只是暂时的。更为重要的是，对于这样一个临时拼凑起来的作战部队，中国有办法应对。我国军事专家罗源表示，解放军不断发展的反舰弹道导弹以及其他的中程弹道导弹是打击军舰的利器，其共同在中国沿海构成一道坚固的防御体系。就这一点而言，中国凭借着强大的区域拒止能力，能够在中国近海抵御任何一个外敌的入侵，那么区区7个航母舰队自然也不在话下。相比于这7个航母战斗群，军事专家们似乎透过这一表面抓到了真正的重点。相较于临时组建起来的航母部队，一直藏匿于中国周边的航母等作战利器才是最大的威胁，也即美国部署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基地，尤其以日本最为显著。可以说，日本称得上是美国在印太地区最忠实的盟友。据数据统计资料显示，美国部署在日本的航母基地大约有45个，除了航母外， F-35 战斗机以及各类的轰炸机也被美国陆陆续续地安排在中国周边。可以说，这些藏匿在中国身边并可随时对中国发动攻击的武器才是最为可怕的。因此，对于美日的动向，我们更应该多加警惕，而这些风风火火千里迢迢来挑衅的，也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对中国构不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